我的那些追索跟叩问，我就是想要把我的相信找回来，因为我不想放弃对于这个世界的相信。我的预设值，这个世界上90%人都不值得相信。真假的？对。好，OK。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，一个出租成见、探索未知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只能喝酒图书馆的 Hank。很多人问我出国如何保持网络连线，而又不花费巨额漫游费，答案就是 Sally eSIM。我们的生活早就离不开网络，出国旅游时更是如此。订餐厅、订旅馆、找交通方式、上传影片到社群，我们需要合理且方便稳定的网络解决方案。没有手机网络，就好像没有带钱包一样，哪里也去不了。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 Sally 彻底改变了我的旅行方式。它在超过200多个国家都能使用，我用一个账户就完成了整个英国和西班牙22天的旅程，完全没有烦恼。设置非常简单，只需下载 Sally 应用程式，选择你的目的地和数据方案就设置完成了。我在起飞前启用了我的欧洲 eSIM， 当我降落在伦敦时，立刻就连上网路了，不需要在机场或市区寻找 WiFi， 第一个时间就连上网路，感觉真的很棒。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Sally 应用程式的数据追踪功能，我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已经使用了多少数据，还剩多少，这帮助了我避免了那些可怕的超额费用。在我的旅行中，我用 Sally 做了所有事情，寻找当地美食餐厅、导航公共交通、租车、发布社群媒体故事，甚至视讯通话回家，及时向家人展示伦敦的美景。无论我去哪里，连接都快速而可靠。想在下次国际旅行中省钱吗？我为你准备了专属优惠，前往 sally.com/drinkinglibrary 下载 Sally App， 并在结账的时候使用我的专属代码 drinkinglibrary， 立刻享有 eSIM 方案85折优惠。记得使用资讯栏的连结获得你的折扣哦。相信我，当你发布那些令人惊艳的旅行照片时，你的钱包会感谢你的。本期节目由 Sally eSIM 赞助播出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 Hank。大家好，我是 Tinky。又到了只能喝酒的图书馆，对 ，HT 系列，没错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？相信，哇，这个很大的题目。对，没事，干嘛要开一个这么大的题目？你最近有什么感受？这个感受很微妙。有多微妙？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相信似乎越来越少。OK， 这个世界的相信越来越少。对，从小到相信自己、相信伴侣、相信朋友，或者是相信任何人，相信任何一个人，然后甚至相信你眼前看到的东西。对我来说，感觉上那个相信越来越少。嗯哼，就是其实我也不晓得怎么来的。OK， 就是一个 in general 的感觉，感觉到这个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慢慢的被瓦解，甚至在自己周围也是，在周围也是。对，其实一点一滴的，就最近这个感受比较多一点比较多可以理解。对，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真的是看新闻啊，看周遭的人啊，或者是思考一些东西，你会感受到这个能量会慢慢的在变化。对，所以你最近感觉是信任？我觉得还不至于到信任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信任是最高阶的信任。那个信任是我可以愿意把我自己交给对方的那种信任。就是这个人是可靠的人，我可以相信他，我可以信任，我会信任他那相信是什么呢？相信是我观察来的。我观察来而相信你所说出来的话它是奠基在我观察的事实之上。对，因为相信嘛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木就是我观察出来的。OK， 我相信你说的东西。对，人的言，可是信任是我信任，信任是有心的，对，是我的心我都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，委任给你，那个是不一样的级别啊。OK， 所以我可以相信很多人，对，但是我不见得信任很多人。OK， 这样我理解你的意思，它还是有层次的不一样。对，那你所谓的这个相信的这个感觉在渐渐在崩坏，或者是越来越少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理解自己。
怎么跳来这里？OK，这个对，就是说我的观察来是这样，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。OK，假设大家很不理解自己，对，这个是我的感受。对你的感受 ，OK，这也是我的感受。他不对于任何一个人，你不要跳入这个坑里面。这是你的观察，这是我的感受跟我的观察。对你的观察，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自己。OK，在不理解自己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去观察另外一个人？的对照的镜子是什么？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。就是我觉得你要去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必须先理解你自己啊。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说。对我来说是这样，某个程度上可以，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先不要讲扩大很大的就是譬如说朋友啊，或者是什么台面上的人物啊，我都不说这些东西，我只讲挑选伴侣就好了。我通常很难相信伴侣通常很难相信伴侣。OK， 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说过，说我有10年的时间我就是游山玩水嘛。游山玩水，看山看海。对，讲的好听的是这样对，云游四海，我云游四海，周游列国。没错。那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出现在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OK， 完全的不相信。是某个程度上是这样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达信任，对，到我可以把我自己放心的把我自己交给别人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是很困难。对，可是你去想，我那10年的时间，对，我还在摸索我自己啊。可以这样讲，我还在 shape my own identity 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讲，我还在理解我自己，我还在摸索我自己，一点一滴的。对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到底可以相信谁？是我不是只有质疑别人我也质疑我自己啊。对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然后各种质疑。对，而且你说在那个10年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跌过跤吗？你没有试着说，我试着相信看看。可是你知道，其实才踏进那一半的路而已，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相信。对。可是为什么这个人不值得相信？各种原因。其实你自己也不值得相信。某个程度上当然是这样讲。对，对我来说是这样。大部分人其实比较少看到这一块了。因为我有发现，我回过头去思考，就是去回看的时候，其实你做什么，别人也做什么。对。我有没有花时间去理解这个人？我可能没有。因为他做了一个行为，我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偏见，所以我就反馈回他，给他做了另外一个行为对，然后就互相砍杀。对，那就是一种互相折磨的状态。对，一般都是互相折磨的状态。对啊，有人结了婚之后也还是互相折磨。所以我曾经觉得不值得相信的人，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渐渐的觉得说，好像不值得相信的不是他。应该说，我也不太值得相信。原来你最近的体验是你以前是不值得相信的。是啊，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。我最近的体验是这个，然后我后来会花时间去理解一个人。对，就是从开始问问题开始。对，我就会有时候问得很精准，对，有时候问得很边边角角，对。然后我就有发现，问得很精准的问题是不行的。OK， 对我来说，就是因为人都有一种防备心嘛，会闪避，他会跳，会闪避，他直接会跳走。而且当你问得很精准的时候，对面这个人如果他够聪明，他就会知道说你在问什么。他会很清楚的知道，很清楚知道你在问什么。对，所以你就不可以很精准的问问题。所以我就开始发展了我边边角角的问题。就是去创了很多种有的没的创造一些看起来没有杀伤力的问题。对，然后看起来这些问题好像你怎么会问这些问题？可是你可以从这些边边角角的问题呢，去理解一个人的思维逻辑。因为他从来没被问过嘛。对，目前还没有题库还没有这一题之类的目前还没有防备。对啊。然后也平常很多人也不会，就是他周围的人也不会去问他这个问题。对。然后你试着从这个边边角角的问题，你就可以慢慢的
去摸到他的心绪。就是你知道摸他的心大概长什么样子。我并不是想要去摸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，对，就是摸他的心长什么样子，这是我很有兴趣。然后我才开始会去慢慢建立我对人的相信。因为在摸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发现有时候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。对，像我们采访很多来宾嘛，对，我们有时候刚开始都会觉得，大概心里会有一个来宾的轮廓。对，或者不管你是做功课、看媒体报道，或者是找资料，你总是会有一个想象，或者以前遇过他几次，那他给你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之类的，你自己会对这个人有个印象。对，但通常仔细聊下去，或者是深聊下去之后，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通常他都会打破你一些想象。对，有可能只是因为没有时间真的好好认识，或者是没有，刚好你不在他的雷达上，或者什么。我常常在讲的那个故事，其实那个对我来讲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哪一个故事？我说我常常在纽约的时候就问人家说，对你来说爱是什么嘛？对。然后其实几乎很多人都会被我问到，就是这个问题一下子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傻住，心里想说，我们刚刚不是在聊别的，你怎么突然来？就突然来一个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你会得到很多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它就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嘛。对，比如说你问一个人爱是什么，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说，就是 no more 啊，因为他结了3次婚。对，突然间一切都合理了。然后他就不想要再付出，就是什么什么。对，然后或者是有一个萨克斯风乐手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觉得就是爱是不离开。然后你就会知道说，因为他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什么样的背景之类的。对，然后身边的来来去去。对，然后他心里面现在目前感受的是什么？其实他对爱也没有安全感，他对一段感情也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当时我们在 dating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我需要离开这一段 dating。就是我不觉得我需要再花任何一个时间去跟他 dating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我也没有心情去培养这一段信任。信任是需要培养的嘛？可是当他也这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他也是需要别人给予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给不起。因为我可能不是跟他差不多，就是你知道这种不安全感是旗鼓相当的啊，其实那肯定是旗鼓相当。对，所以我不觉得我给得起。对了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人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，你看别人都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，因为你所看出去的都会是你不安全感的那个部分的投射，然后你会去用这个框架去把别人框在某一个小小的地方。因为你就觉得啊，如果是我一定会这样做啊。对，但是对方不见得是你嘛。对啊，但他被你这样框了之后，他都不这么做的，好像不太对。可是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就渐渐的知道说我自己需要什么。在哪一个过程里？我刚刚就讲了说，我是说那个身边的人，对，在我身边来来去去的这些人，对，在跟他们花时间去理解他们的心长什么样子的时候，对，我慢慢的也理解我自己的心需要什么。看到很多同类。当然啦，因为他就是你的镜子嘛。对，这样譬如说那个萨克斯风乐手，我觉得当下的我跟他其实就是一个镜子。很类似，所以才会互相稍微吸引。对，看起来都是荒野一匹狼。没错，孤独。对的，走在街上。没错，之类，真的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独的那个人。我跟你讲，走在路上就是散发出一种孤独的费洛蒙，飘配，边走边抽烟。而且你知道，我那时候在纽约最多穿的就是一件咖啡色的真皮皮衣。你知道那件皮衣有多重吗？对。然后再一双那个靴子，对，那个尖头靴，你知道吗？美国那种尖头靴，尖尖的。对，然后那个底就也有点高，这样。我就穿那件皮衣跟那双靴子，就每天就这样走在路上，帅到一个，然后边走边点烟边走。孤独荒野一匹狼。
那你去想，你知道那是两具寂寞的灵魂碰在一起，那个火花也可能只是一瞬间吧。或许不晓得，反正我就是逃离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无法承受那个。是，我觉得我那时候不需要那个东西。不可讳言的，通常你处在那样的状态，你会被那样的人吸引，是很合理。我没有完全被他吸引，坦白讲，我必须说，那可能就是当时你的中气不足。我那个时候保护我自己比较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付出啦。理解，就付出不了，我没有办法说我那个时候说真的喜欢哪一个人，屁啦，那怎么可能？就是相处看看这样子。所以讲回来，相信，对，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一头拉苦，跟相信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我的不相信是很多的，所以我才会问很多问题。我刚刚不就讲了那个过程，而且就说我小时候就已经看了很多那种，觉得哎呀，怎么人性长这样所以我的不相信是很多的。满满的不相信。你说多满的我也不晓得。各式各样，满到淹出来也是不一定啊。满到天灵盖。对，可是你知道年轻，你总是还是追逐着一份希望啊。我没有那么早就想放弃啊，所以我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，有很多的不相信。你知道那个追索跟叩问，就是一直想要去把那个相信找回来。OK， 我所有的那些问题，其实都可能在心里面都带有我的偏见、我的成见、我的以为、我的想象。可是我还是会问，我还是想要花时间去理解。如果我有机会可以问的话，对，因为我的那些追索跟叩问，我就是想要把我的相信找回来，因为我不想放弃对于这个世界的相信。就好像我不相信爱，对，我也对爱质疑，我也不知道爱长什么样子。可是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追索跟叩问，所以我其实就是不想放弃。我觉得我有很多负面的东西，就是我有很多负面的情绪，对，我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看法跟观点，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原则等等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是禁锢住我的，它就会让我一直愤怒，处在一个愤怒的状态。对，它就会一直让我很愤怒，内心就是一直都很愤怒这样。但你必须要去看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些所有的追索都跟叩问，其实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可以理解，完全可以理解。就是我想问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理解，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它是不是可以让我再把那一份相信追回来？但我能追1分回来，就是追1分啊。你知道这种东西，它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的。我就说我是从内而外的人，所以我都是从那种我对于身边的人的那些愤怒开始的，然后我仍然想要去相信这个世界，它有一个可能在，任何一种美好的可能吧。很单纯的想象。对，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我想要把它追回来，1分也可以追回来1分，0.5分也是0.5分，没有关系。可是起码我先付出我的时间去理解。这个就是我觉得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我会觉得说，就是整个氛围是这个社会的氛围，让我觉得那个相信越来越少，因为我们太少去花时间真的去理解一个人。所以我常在问说，我们理解一个人，我需要花多长的时间？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我要摆出什么样的姿态？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做什么呢？因为我真的想要去理解你。想要去理解你，不见得我有多喜欢你，可是我想要追回那一份美好。难怪我们要录 podcast， 难怪我有这么多问题。那我们录 podcast 就可以把一个来宾压在让我们理解。因为我还是你知道人性
丑陋跟人性美好，对，它丑陋的另外一面也是美好嘛，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要知道说，你的心呢？你在哪一边？你长什么？你是长什么样子呢？我看起来他会是长什么样子呢？但是我必须要说，这些东西都从我很心里面的很底长出来的，它不是我真的是很理性的去观察的这个社会的氛围，不是的，是我从心底很莫名的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一个感受。我还是必须要强调，它是一个感受，那是一个感受，对，那是一个情绪。但我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其实最近有一些很莫名的一种伤心吗？我可以这样说吗？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。伤心 ，OK。在这个找寻的过程，伤心吗？就是我感受到这个不相信这个世界的不相信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点伤心。应该说你感受到这个世界，假设是像你一样的个人的集合体，然后这个世界的其他的个人，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。我的心情好像是说，就是当你带着这些不相信，你有多不快乐呢？该有多不快乐？你该有多愤怒？身边的朋友，你会希望他快乐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不会希望他一直都带着那个愤怒的心情啊。对，任何一种相信就是说，可能对于你的伴侣的相信，或者是你朋友的相信什么的等等之类的。我们有朋友是在婚姻或者是在爱情里面跌倒之后，从此不相信爱情，也不相信婚姻，不相信他身边的人，不相信他身边可能有一天会出现那份美好。之类的，有一些人是这样。对，可是那你去想，他的那个不相信，带着那一份不相信，在他心里面，他该有多悲伤？肯定是不舒服的。他该有多不快乐？他要这样子活着吗？你总是会希望他不要这样子活着啊。对，不是一个好的状态，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啊。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身边朋友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，我很希望他快乐，我很想带给他快乐，可是他的快乐不是我能给的。他的那一份相信也不是我能够去帮他追回来的。那只能靠他自己。是，就是那 how to do it， 就是你要怎么做呢？然后我就在回想我自己怎么去把我那一份相信追回来的，从负分然后到现在之类的。所以是怎么做追回来的？就像我刚刚说的啊，它是一个慢慢走一个圆去理解别人。你一定会先是不相信的，在这个点上面。对。可是你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期盼，所以你会有一个做法，就是那你花时间去理解。对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身边的人也好，等等之类的都行，然后你才能够花时间去修补。然后花时间去修补之后，你才能够花时间去追，花时间去追回来之后，你才会到达那个相信。我这样大概我听懂。对，就因为我对于身边的伴侣，我就是这样啊。就是说我对于爱情这件事情，我就是不相信啊。不是一开始我就是我其实不太相信这种东西啊。我也是花时间去理解在我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，去理解他们，进而理解我自己，我就会慢慢摸索到那份相信。不是只有相信别人而已，也不是只有相信这个世界而已，我也相信我自己啊。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从小时候生下来，他一定是100%相信这个世界跟他周遭亲爱的人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不相信。是啊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受伤。是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对，他一定很愉快，对，喝奶啊，拉屎啊，什么之类的。但随着他慢慢的长大，他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、创伤、不被信任、霸凌、伤心、分手、背叛，各种。对，慢慢的，你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感，或对其他人的信任感，或是相信，就会降得越来越低，就预设值会越来越低。本来可能是100%，慢慢80、60，就是你慢慢随着你长大，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摧残，对其他人摧残，然后你就慢慢的越来越不相信任何事情，对吧？但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，在27、28岁的时候，
我忽然对其他人感到非常好奇，就是会特别。那我觉得20出头岁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好奇，20出头岁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关注在自己身上，跟自己可不可以把到妹或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很务实的，我可不可以赚到钱，对公司交办的任务有没有做好，就是这一类的事情。到27、28岁的时候，其实你对人生有很多疑惑，然后你一直在思考说，我到底要做什么，我要去哪里，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，我未来想要怎么样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产生一些对其他人的好奇，你开始会去看名人传记，你开始会去看那种现在赚钱的人在讲什么啊，然后你觉得很酷的人在讲什么，或者是你周边可以遇到的人在讲什么，那他为什么讲这样啊？他为什么说这个话？然后他不管说什么，你都很想问他啊，为什么你那样？为什么你那样？对，那你慢慢的去思考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问题本身都代表了某一种你的偏见，或者是某一种你个人的恐惧，或者你个人的害怕。有的时候我们问人的问题都有一点自己在里面。对，透过这个理解别人的过程，你其实最多理解的其实是你自己。当你花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之后，你看似在理解别人，其实你真正最想理解的是自己。我有一阵子后来才发现是这样。我有一阵子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别人，我遇到人也是问他，那你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？你为什么这样？难道你不怕赚不到钱？那其实我那时候在问的都是，我其实超怕赚不到钱的，所以我会问他说，难道你都不怕赚不到钱吗？你懂吗？就是你自己怕什么，你就会用什么问题问别人嘛。对啊，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啊。那这个很好笑，就是有时候你透过别人问你的问题，你也可以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他在想什么。那你以前就是譬如说，我们就讲 dating 好了，那 dating 你是不是都就是一定会出去聊个天啊，或者什么？那你都会问别人什么问题？你要怎么问问题，你才会理解这个人？那你都问什么问题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路数，说实在。对啊，就是看这个人说什么，然后你再依照他的逻辑，对，针对他的问题回答。但很多时候还是问问题，对，但很多时候还是问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吧。价值观对我来讲，我还是问一些价值观，例如，比如说你会怎么去判断你接下来做这个选择对你是好的？不论那个问题是怎么，但他最终的目的想要问你是赌徒个性的，还是规避风险？你是为了要赢大的，还是输少一点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那就是价值观的问题，或者是其实是你有没有底气的问题之类，就还是一些人生观、价值观的事情吧。我都用问依然很边角的问题对，我也是问边角的问题啊，但是它背后会展现出你真正在思考的价值观啊。其实不是有一句话说，就是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，而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。去相信一个人嘛。对，其实我对这句话我没有那么认同。你要另外开一个战场。有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要怎么去理解一个人，也是一个需要反复去思辨的，并不是你的方法是对的。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做什么这件事情，他背后其实有一个决策的过程。对，有一个决定的过程。对，我也打一个问号啊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他必须要自己有一个诠释啊，他总是会有一个心路历程。对，那你觉得是行为先还是思考先呢？这个人，我比较不会去觉得行为跟思考哪一个先的问题。所以你怎么去判断这句话是对的呢？不行嘛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我不认同的原因啊。我比较，如果真的要理解的话，我比较会是先看这个人做什么，然后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一定是先看这个人做什么，你才会去问他。对，因为他一定要先做。对啊，他要先做，你才有问题可以问嘛。对，这肯定的嘛。对，但如果只是他说他要做什么，但他还没做，这个就一定是先打个问号了。譬如说小孩子啦，对，他去做了一件事啊，那件事情就是，譬如说你很生气的事好了，举例来讲，他做了，你才会去问他为什么嘛？对不对？难道这个小孩子做了这件事情，你就不相信他，你也不去问他为什么吗？不会，一定会问。对嘛？那你相不相信他说为什么？相信。他讲啊，一般都相信。一般的不是他讲了嘛？你去问他为什么？对，对不对？
那你是要相信他的行为，还是相信他说的为什么？如果就这句话的逻辑而言的话，相信他说的为什么？对啊，所以不是他相信他的行为啊，所以我才会不认同这句话呀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句话的用处应该是你没有机会问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这样。对，或许吧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你都有机会问的嘛。当然，你的小孩你有机会问，或许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从这么小的逻辑去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方向，对，就是我就不认同这句话了啊，可以这样讲。对啊，所以最终，如果你老公或是老婆干了什么瞎事，你还是要问他为什么。比如说有一天如果你出轨了，你外遇了，我还是会问为什么。你说我就信。就这样啊。因为我想要理解，并不是理解你的行为而已。而是理解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。对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干这个事？对嘛？对，这两个我觉得要综合起来看。是，所以我就说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懂。但你也不能只听他讲。对，因为他做了，毕竟就是做了。对，但是我要理解他的心为什么这么做。是，最终还是要理解他的心。对啊，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是我放第一位的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会是人最柔软的地方。可能柔软的地方，你能够找到那个柔软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心了。可能，但也会有良心被狗吃的那种。但是我觉得在心那个地方，还是你能够找到那个柔软的部分。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它柔软的部分在哪里。那就是你可以相信的地方。就是我想相信啊，你想相信，这个就是我一直不停的去追索跟叩问的原因啊。理解，就是我不想要一直什么人性就长那样的那种，但我还是相信心有柔软的地方。是啦，但有时候现在大部分人的心有时候被锻炼的太坚硬了。比如说你长期以来不被相信，你的心肯定就是硬化。可是那也是那个反面也是你最脆弱跟柔软的地方。也是，对，你为什么要变硬？就是因为那是你最脆弱的地方，要保护它。对啊，不要受到伤害。你就是有一个防护罩。对啊，我觉得有很多事并不是单面向的啦，有很多事情它是一体两面。但人间这么复杂，它还有真相吗？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去建立我们对他人的相信？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我可能企及不到的真相。我最后想要选择相信的是，不是那个真相，而是这个人的心。我还是不停的在强调这件事。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看到的是我这个角度的真相。可是他那个角度看过来的真相或许不长那样。但我知道我的心长什么样子。我被误解，或者是别人对我有成见，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很不喜欢解释。就是人生就不是一种解释嘛，但我知道人生对我来说，我能够有一种诠释，那个是我的理解跟我的相信，那我自己在心里面我自己能够释怀的那些东西都在我的心里面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的。真的，那些理解，那些相信，那些释怀，或者是你曾经的那些愤怒等等之类的那些东西，都在你的心里面。完全可以理解你讲的。就是我常常就觉得啊，就是你可以不相信这个身边的人，你可以不相信这个世界，你可以全然的不相信。最终就是你不相信所有人，也没有人会相信。最后你最不相信的人其实是你自己。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，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。对啊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会定下来耶。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一定会辜负你。大部分人看到的，对，表象上，无论如何啊，反正大部分没有在看你的心嘛。对，只有我。没错。必须要说，只有我。
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才是这我真的是亲身经历这件事啊，因为你真的也没有人相信我啊。那我觉得也 OK，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心长什么样子，我就说了嘛。所以我没有要，我不想要解释，因为老娘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释，那我就把它放着，反正时间再走，你一定会看到结果。那我自己也不确定那个结果会是什么，反正在那个时间点，我的心会推向我去走向一个结果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历程都是我的，然后你知道那一阵子啊，其实有很多流言流语的，就是有很多传闻啊，然后什么都到我耳边来嘛，我就写过一篇，就是关于不要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在纽约路边捡了一件衣服，对，你不要的东西，对，就是我曾经在纽约路边捡了一件衣服，然后那件衣服就穿在我身上，结果呢，你知道那件是一件很破烂的衣服，根本就是人家丢掉了，就是很像我本来就要拿回家当睡衣穿的，然后后来就想说随便啦，我就是把它穿，就搭个牛仔裤就穿出去了，逢人就问，每一个人都问我说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？然后我就说我这件衣服是捡的，连包含我妈都说啊，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？很好看。我说这件衣服是我在路边捡的，我妈整个快疯了，她就说我的没杀，你可以 Q 杀。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太有感触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件衣服原来的主人，他会不会知道他不要的这件衣服，现在正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人穿着这件衣服，被许多人赞赏着，被当成宝。对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哇，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曾经不要的那个人，他现在站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城市，在某一个人的怀里被别人呵护着。肯定。对，这个 but you never know， 就是你根本就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实在是太，就是我人生太有趣的映照了。我当下想到的这个东西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相信我啊，我丢弃很多人，我也被很多人丢弃过。可是这些人会想到我现在正在某一个人的身边，我安定着吗？我不确定他们会相信。对，以他们过往的经验，应该是觉得不合理，就不合理，超不合理的。对，可是就是这样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知道那个一点，我刚刚一直在讲说，我说我一点一滴的去把那个相信追回来，其实就是这种感受。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这大概就是这样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有，本频道向来以讲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。但是你知道那个追回来的那一份相信啊，很美好。因为你相信别人，你也相信自己。是，我应该排的那个顺序是相信自己，也相信别人。都可以，我觉得对都可以。就是你他们有优先顺序的。对，你拥有的那个东西，你会变得好踏实。但我其实觉得相信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力量。然后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真正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能量才有办法扩及到你身边的所有的人。但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先不要去考虑什么你要去帮助别人什么 whatever， 对我来讲那都是有点 too much， 因为那个迟早就是把你耗损掉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，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相信你。没有，因为我看起来就很值得相信。我自己觉得，这就是重点啊。那我就是很不值得相信的那种人啊。想当年是有一点看起来对不对？没有，有点害怕的。是不是？对，那时候看起来就是荒野一匹狼吧？对。到底不是啊？你到底是有多浪迹天涯的 feel？ 你今天驾着雪橇驶入丛林，满布着这个大雪纷飞，看到这个悬崖边上有荒野一匹狼，你觉得你会相信这个狼吗？你这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大家一定没办法想象。那你后来发现到底为什么你后来选择相信这匹狼？
对，你为什么后来选择相信那匹狼？只有一个关键点。OK， 我发现其实我也是一匹狼。我一直以为我有雪橇，我一直以为我身上穿着雪衣。No， 我也是一匹狼啊！你怎么判定你自己是一匹狼？这感觉嘛，感觉。That's a feeling. 胡亚玲，胡亚玲嘞，胡亚玲，好好笑哦！我本来想要问你说，你很容易相信一个人吗？当然不容易啊。你很不容易相信一个人。我是很容易猜忌的人。应该说我的预设值，这个世界上90%人都不值得相信。真假的？对。好，OK。但我不是什么不好的。你干嘛要解释？它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。我其实是对我自己比较好。哦，你是对你自己比较好。我是对我自己很宽容。你对你自己很宽容？对，因为我如果先不相信，我干嘛一直 repeat 你的话？因为我如果先不相信别人，我接下来都会看到别人的好。所以我的心情都会比较好。我的最终的目的是我希望我心情好，所以我先选择不相信别人。这观念很阿 Q 欸。不会，因为我如果一开始就相信别人的话，我接下来就是无止境落入深渊，我心情会很差。所以不要把我想的多超级烦。所以我其实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。真的欸。我先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然后接下来那个人只要做一点点好事，我都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棒了。但是我其实比较多的时候都先相信别人。对啊，他就傻乎乎的啊，所以后来就会自己气得半死。其实我都是相信他们会对自己好啊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他们对自己没有这么好。这也不能这样讲啦，我真的觉得有时候，我觉得人类在成长的进程当中，每个人速度不一样，时间序不一样。但只能说，比如说以前你很容易相信别人，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人。但是呢，你遇到了一个时间序，你跟他的时间感是不一样。你那个时候需要的是他能够被相信，他值得被相信，但他还不确定他自己值不值得被相信。他就造成一个根本上的矛盾。对，就是说老子已经在打仗，我需要你后勤支援补给部队赶快上来，没错，帮我撑着，他妈撑不起来啊！所以这个是个问题。对，但并不代表就是对啊，他就是一个我懂，你知道都不起来啊。这个跟我们这个说我过去10年感情那段路，在选择相信谁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。一样啊，有时候真的是时间的问题。根本上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值得被相信。对，感觉人总是会有一个时间是不值得被相信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相信。不是，是他会干很多不值得被相信的事情。对，不，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要做一些不值得被相信的事情，去探索人活着的边界。一定要做这个，去挑战别人的信任，一定要挑战。为了小时候要挑战爸妈，长大要挑战这个公司，然后挑战这个社会，你一定要干一些，你知道，挑战到一个极限，说at least I tried， 对，我至少试一下这个我的极限可以到哪里了。然后直到有一天被一棒打回来，说那可能接下来不一定要往这个路线坚持下去。对，但总是要试试看嘛，不然我们总会觉得说，老子应该就是你知道，全世界最屌的、最帅的或者最中二的人，总是会需要有这个过程。所以我们刚刚阿里阿扎聊了这么多相信，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对，你相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相信你是一个努力想要成为你自己的人。此话怎说？因为你义无反顾的想看烂片就看烂片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棒的事情，因为你义无反顾。对，你义无反顾，你也没有要管现在在录节目还是在干嘛，你就想干嘛就干嘛。我觉得这件事很不错是我是可以学习的
的路线，什么东西？人义无反顾的想要成为你想要成为的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我总觉得我为你感到开心。感谢你，笑死！那你怎么没有问我？我相信你是一个什么？那你相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记不记得我昨天问你说，如果你今天你的面前有神，问你会希望你的伴侣先走，还是你会陪他走完？你要选择陪他走完这一辈子。然后你说，你会选择陪他走完这一辈子，对对，所以我留下来，对你留下来，收拾善后。我觉得你让我更相信我的相信，就是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。其实你这辈子就是需要有一个帮你善后的。他妈的，那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妙。不是，因为结果是什么不知道嘛，但是因为那个是你的选择嘛。对啦，对。那这个问题我问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回答不出你的回答。对，你不适合善后了，善后交给我。善后交给你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见得不适合善后，只是说我情绪上确实比较容易往下跌，我有可能就是我的情绪上我确实有可能会 hold 不住，但我不见得不能善后。那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，那个是关乎你心的问题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不是看到我们彼此的坚强或是懦弱，不是，而是我看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状态爱我，跟我用什么样的状态爱你。就是他没有什么好跟坏啊。当然，也不是选择留下来善后的人怎么样，或者是先走的人怎么样，也不是。但是我确定，我觉得我无法独活。这个是我确定的。我只要到最后要用5个字可以作为这一集的结尾。你确定5个字吗？这次有算好。之前每次说几个字都是不对的。对，简单来讲就是让天父自由。又来，为什么讲相信的彼岸会是让天父自由？某个程度上，所有的相信到最后也只是为了要让你自己自由而已。你所谓的你想要相信这个世界，想要多相信其他人，到最后其实我总觉得啊，最终你真正在做的这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要相信你自己。对，然后让自己自由。确实，没错，我这一辈子的所有的追索跟叩问都是真的。我有觉得我越来越自由，因为活得越来越不顾一切。那我要感谢你，让我活得那么不顾一切。可以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里了。再见，拜拜。